为了给孩子找个有钱的爹，我鬼使神差走进了墓园，挑了个墓碑，开始嚎啕大哭。姑娘，你认识我儿子？我儿子走得突然，他连个念想都没留下。谁能想到，就在3个月前，我意外怀上了孩子，却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而我此刻手头很紧，根本养不起孩子。走投无路之下，我直奔城里最贵的墓园，想给孩子找个有钱的爹。我随便挑了个墓碑就跪下。照片上的男人年轻又俊朗，名字写着顾衍之。盯着那张脸，我酝酿了半天的情绪一下子全涌了上来。哭的那叫一个撕心裂肺。衍之，我好想你啊！你怎么说走就走了，留下我跟孩子怎么办？这话一半是演给死人看的，一半也是哭自己。我这20多年活得像个笑话。姑娘，你认识我儿子吗？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完了，演到家属面前了。我不敢回头，只能继续趴在墓碑上装哭。好孩子，你别怕，我是衍之的妈妈。我缓缓抬起脸，面前站着一位身着旗袍的妇人，她的视线牢牢锁在我腹部。你有了，是衍之的，对不对？我看着老妇人期待又脆弱的眼神，说不出拒绝的话。她看起来很需要一个念想，而我也需要一个活下去的条件和理由。于是我点了点头。老天爷，衍之，你给我留了后啊！好孩子，快起来，地上凉。他像是怕我跑了似的，把我的手腕握得紧紧的，说跟他回家，这太冷了。我怀着身孕，不能着凉。我没有挣脱，跟着老夫人坐进一辆黑色轿车，车子一路驶入城东最气派的公馆。他牵着我在客厅沙发坐下，让我往后把这当成自个家。衍之这孩子嘴紧得很，我到现在都不晓得他有了你，还有了孩子。要不是我今天心血来潮去墓地看他，是不是就要错过你们了？我心虚得厉害，只能垂着头说是我不好，一直没敢来探望。衍之走了，我以为我什么都没了，现在好了，有你和孩子，我们家又有希望了。老夫人开始跟我聊起顾衍之的事，说他打小就淘气，迷恋各种极限的运动，18岁跑到国外飙赛车，差点把腿摔断，20岁又迷上翼装飞行，怎么劝都劝不住。这次就是在国外玩翼装飞行出的意外，找到他的时候人已经没了。他说不下去了，但我能体会他那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楚。原来顾衍之是这样没的，我心里泛起一丝真实的歉疚。对不起，冒用了你儿子爱人的身份。这时家里的佣人端来了燕窝，老夫人赶紧接过来递到我手里，让我多吃些，说我现在一个人得管2个人的量。我吃着燕窝，心里却沉甸甸的。这个家越是温暖，我的谎言就越显得沉重。吃完燕窝，老夫人带我上楼，说这间是衍之的卧室，让我以后就住这儿。他说衍之的东西他都没动过，问我看看缺什么，他让人添置。我连忙说什么都不缺，于是他让我先歇着，然后轻轻撵上门，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间宽敞的房间里，太不真实了。几个小时前我还在为下个月的租金发愁，现在我却住进了豪门大宅，成了这里未过门的儿媳。我躺在顾衍之的大床上，摸着自己的肚子，在心里暗暗起誓，为自己，为了孩子，这出戏我必须唱到底。晚饭时分，老夫人已经在主位落座，她身旁还坐着一个年轻女人，那女人开口就叫我姐姐，说她叫薛芷柔，是衍之最好的朋友。衍之真是的，把人藏得这么严实，谁都不知道。老夫人在一旁说，薛芷柔是从小和衍之玩到大的朋友，让我们以后多亲近。姐姐，你多吃点，你现在可是我们顾家的大功臣。她话说的圆滑又得体，但我总觉得那笑容背后藏着什么。一顿饭的功夫，薛芷柔不停地跟我聊天，问我和顾衍之怎么相识的。我尽可能用最含糊的话搪塞过去。她说她跟衍之从小一起长大，比亲兄妹还亲，她有什么事都瞒不过他，比如她其实对芒果过敏，一吃就浑身起疹子。我拿着水果叉的手停在半空，这是一个陷阱，一个极其简单又致命的陷阱。如果我顺着他说，就等于承认我知道这个细节，但我一个撒谎的人怎么可能知道？可如果我说不知道，那爱人的人设就瞬间崩塌。客厅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老夫人也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探寻。我后背渗出冷汗，只能赌一把。你是不是记错了？衍之最喜欢吃的不就是芒果吗？怎么可能过敏？他每次都骗你说是芒果过敏，是因为不想和你一起吃。每次他买回来的芒果都藏起来，一个人偷偷吃，还骗我说那是他特地为我准备的。有一次被我发现，他还跟我闹别扭，说我不懂他的浪漫。这套说辞是我在最短时间想出来的，符合老夫人之前说他儿子是个幼稚的富家公子。最重要的是，我把问题抛了回去，把知不知道他过敏的问题换成了他爱不爱吃芒果。我赌薛芷柔不敢在老夫人面前为了芒果跟我较真。老夫人露出又好气又好笑的表情，叫骂衍之从小就护食，没想到对女朋友也这样。第一关过了，我心里刚松了口气，薛芷柔又说，你别生衍之的气，他就是爱跟你开玩笑。哎呀，我想起来了，他的房间里书桌最下面的抽屉是上了锁的，你知道密码吗？他说过里面放着他最重要的东西。
只给最爱的人看。又是一个陷阱，比刚才更狠、更直接。薛芷柔的话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刺向我谎言最薄弱的地方。我怎么可能知道密码？我连顾衍之这个人都是今天在墓碑上认识的。薛芷柔的笑意更深了，她笃定我答不上来。这个女人今天根本就不是来吃饭的，而是为了当着老夫人的面把我这个假货撕得粉碎。衍之已经走了，抽屉里的密码是衍之留给我一个人的念想，现在他不在了，为什么还非要问我？我质问薛芷柔是在试探我吗？还是觉得我会把自己和爱人之间最私密的约定当成饭后谈资说给所有人听？我没有回答密码是多少，而是把问题抛了回去。我把自己放在深爱亡夫、守护两人共同秘密的痴情角色上，而薛芷柔成了不懂事、揭人伤疤的冒失鬼。薛芷柔脸色立马变了，连忙解释自己不是那个意思，她只是太好奇了，想知道衍之把什么宝贝藏得那么好。我低下头说那是我们的秘密，请她不要再问了，就当是给我留最后一点念想。说完，眼泪恰到好处的滑落。老夫人立刻沉下脸训斥薛芷柔不懂事，说我怀着身孕，情绪不稳定，怎么能拿这种事情戳我心窝子呢？薛芷柔还想辩解，老夫人立马让司机送她回去。然后老夫人来到我身边，为我擦泪安慰，说是她不好，以后不提了，再也不提了。还说那个抽屉，我想什么时候打开就什么时候打开，如果一辈子不想开，就封起来，只要我和孩子好好的，比什么都重要。我知道这一关终于过去了。那一晚，我躺在顾衍之的房间里，盯着那个上了锁的抽屉。薛芷柔的2次试探都围绕着他和顾衍之的过去，说明他坚信我对顾衍之的过去一无所知。这个抽屉就是他抛出的决胜武器，他笃定里面有能证明我身份的东西，或者说有能证明他和顾衍之关系不一般的东西。我不能再这么被动下去，我必须在他下次出招前打开它，我必须知道里面藏着什么秘密，它可能会成为我唯一能活下去的武器。老夫人一早就出门了，家里的佣人在厨房忙着给我准备补品，这是一个绝佳的窗口期。我反锁了房间门，拉了拉最下面的抽屉，发现是4位数的密码锁。密码会是什么？我翻开书架上的一本相册，里面有顾衍之从小到大的照片。老夫人在照片背后细心标注了日期和事件。我找到她的生日试了试，不对，难道是薛芷柔的生日？如果真的是，那说明薛芷柔在她心里的地位非同一般，我的处境会更危险。也不对，我开始仔细搜查整个房间，目光最后停留在墙上的一幅巨大照片上。照片里，顾衍之穿着翼装飞行服，背景是壮丽的雪山和云海，笑得无比灿烂，那是对世界和生命发自内心的热爱。我走到照片前，注意到右下角有一个很小的签名，龙飞凤舞的签着 GYZ， 后面跟着一串数字41 7.9625。我愣住了，这不是日期，这是经纬度坐标。他这么热爱这个地方，会不会用那里的坐标作为密码？经纬度的数字太多了，4位密码会是哪4个？我深吸一口气，开始尝试。我把这8个数字用各种方式排列组合，1遍、2遍、10遍。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我尝试了最后一个组合，从每个小数点后各取前2位，5、7、9、6。突然咔嗒的一声，锁开了。我慢慢拉开抽屉，里面只有一个黑色的手机，还有一叠打印出来的 A4 纸。我拿起那叠纸，一份草拟的协议，标题是婚前财产协议，甲方是顾衍之，乙方是薛芷柔。协议规定，婚后薛芷柔不能以任何形式接触顾衍之的个人财产和公司股份，每月只能领取固定数额的生活费，数额少得可怜，连买个名牌包都不够。如果离婚，薛芷柔将净身出户。最下面有顾衍之潦草的签名，而乙方薛芷柔那一栏是空白的。这哪里是婚前协议，这分明是一份羞辱协议。下一页是打印出来的手机短信截图，全是薛芷柔发给顾衍之的内容，无非是催他打钱要买名牌包，甚至说再不回信息就去告诉阿姨，说自己怀了他的孩子。短信里还说要把他俩的事儿都捅出去。那些文字透出贪婪和贪得无厌，和他之前在老夫人面前的温柔懂事判若两人。而顾衍之的回复寥寥无几，开始的钱打过去了，到后来的不耐烦，最后是彻底的沉默。我终于明白了，薛芷柔哪里是顾衍之的青梅竹马，分明是一只附在顾衍之身上的吸血鬼。顾衍之的死对他来说就是失去了长期饭票，他嫁入豪门的唯一指望彻底断了，所以他才会这么疯狂地试探我，想把我赶走。因为我肚子里这个遗腹子是我最大的筹码，也是他最后的障碍。我拿起那部黑色手机，没有设密码，里面只有一段录音，录音时间是顾衍之出事的前一天。我点开是顾衍之的声音：妈，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到这段话。我明天要去飞一个新地方，有点危险，所以提前录下来。这些年太混蛋了，让妈操碎了心。其实早就玩腻了，只是不知道怎么停下来。妈，我要跟薛芷柔断了，那个女人太可怕了。我以前瞎了眼，这次回去就跟你坦白一切。其实我遇到了一个女孩，跟他们都不同，很干净，在一家花店工作。我想跟她重新开始，过妈一直想要的那种安稳日子。妈，等我回来。我的眼泪毫无预兆地掉了下来。这一次不是演戏，我为这个素未谋面的男人感到悲伤。
他想回头，却再也回不来了。我也终于明白了，那个抽屉里锁着的是顾衍之最后的挣扎，这些东西足以将薛芷柔打入地狱，而我握住了那把开启地狱大门的钥匙。下午薛芷柔又来了，说是为昨天的事道歉。老夫人淡淡的说，知错就好，以后注意点。我则大度的笑了笑，说没关系，我没放在心上，芷柔也是关心衍之，我懂的。我的大度让薛芷柔愣了一下，她亲热的挽住我的胳膊，说姐姐真是太好了，就知道姐姐最大度了。我知道薛芷柔的表演还没结束，道歉只是开场白，她一定还有后招。果然，她很快提起一家叫贝拉维塔的外国餐厅，说衍之以前最喜欢带她去，说那是她的秘密基地，里面的提拉米苏有阿姨做的味道。我心里冷笑一声，又是一个陷阱。贝拉维塔那家意大利餐厅在顾衍之和薛芷柔的短信记录里出现过很多次，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的地方，也是他们彻底撕破脸的地方。顾衍之在那里把那份羞辱性的婚前协议甩在了薛芷柔脸上。如果我说是啊，他也带我去过，他就会立刻追问细节。我一个没去过的人，一定漏洞百出。如果我说我不知道，那又证明我和顾衍之的关系没有他口中那么亲密，真是进退两难的好计策。可惜他不知道我已经看过剧本了。我没有顺着他的话往下说，反而露出一丝困惑和嫌恶。他问我是不是想起什么了，我说没什么，就是这个名字好像听衍之提过一次。他连忙追问衍之怎么说的。我说衍之说那家餐厅的老板欠了他一笔钱，一直没还，还说那家餐厅的东西很难吃，尤其是提拉米苏，甜得齁死人，谁喜欢谁没品味。他还特地补了一句，让我以后绕着那家店走，说不吉利。薛芷柔脸色涨得通红，反驳说不可能，说我胡说，他最喜欢那里的提拉米苏了。我适时露出更加困惑的表情，反问他，你怎么这么激动？是不是跟那家店的老板很熟？还是说衍之欠钱不还的那个朋友就是你？我说你别误会，我就是随便问问，因为衍之跟我说他最后一次去那家店就是为了跟一个只知道问他要钱的朋友做个了断。我把短信里的内容用一种听来的方式全部复述了出来。薛芷柔的脸变得惨白如纸，她试图把话圆回来，说衍之怎么能这么说朋友呢？太伤人了。她声音里的慌乱根本掩饰不住。我转向老夫人，说自己是不是说错话了。衍之跟我说这些也只是情侣间的抱怨，我以为芷柔是衍之最好的朋友，这些事他应该也知道的，是不是我误会了什么？我像是在为薛芷柔开脱，但实际上却是在老夫人心里定下了更深的一根刺。如果薛芷柔真是儿子最好的朋友，怎么会不知道儿子的真实想法？如果他知道，又为什么要故意提起一个让儿子讨厌的地方，还编造什么妈妈的味道？这里面的逻辑根本不通，唯一的解释就是薛芷柔在撒谎。老夫人不是愚蠢的女人，她看向薛芷柔的眼神彻底冷了下来。芷柔今天看起来很累，要不先回去休息吧。薛芷柔快步离开了别墅，我和老夫人之间的信任因为这次交锋变得更加牢固，而薛芷柔已经被彻底推出了这个信任圈。晚上，我复盘今天发生的一切，知道薛芷柔不会善罢甘休，我不能总是等着她出招。我需要一个机会，让他再也没有翻身之地，一个合适的时机，那就是顾衍之的百日祭。那一天，顾家的所有亲戚朋友都会到场，也将会是我为薛芷柔准备的审判日。接下来的日子，薛芷柔再也没有出现过，老夫人也没再提起她，仿佛这个人从未存在过。很快，顾衍之的百日祭就要到了，老夫人开始和我讨论祭奠现场的布置。她提议用衍之最喜欢的香槟玫瑰，我沉吟片刻，说衍之其实更喜欢白玫瑰。老夫人有些意外，问我白玫瑰怎么说。我说衍之告诉我，白玫瑰干净纯粹，像雪山上的雪，看着白玫瑰就感觉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了。这些话都是我编的，灵感来自于他房间里那张翼装飞行的照片。我要在老夫人心里植入一个新的认知，而这个认知里有我。我还说衍之跟我提过一家花店，在城南的老街上，很不起眼。他说那家店的白玫瑰开得特别好，说等他回来就带我去。城南老街确实有那么一家花店，这是顾衍之录音里提到的那个女孩工作的花店。我不需要成为那个女孩，我只需要让老夫人相信顾衍之生命最后阶段爱的是我。好，就用白玫瑰祭奠。那天所有的花都从那家店定，就当是替衍之完成一个心愿。我的计划成功了一半，另一半是要把薛芷柔引到我设好的局里来。次日，我吩咐司机载我去城里最大的母婴用品商场逛了一圈，却空手而出，转而让他开到老城区的一处批发集市，买回一大包质地粗糙的婴儿连体衣。我清楚用不了多久，这事就会传到薛芷柔耳中，在他眼里，这是绝佳的佐证，证明我上不了台面，证明我压根不可能是顾衍之会倾心的女人，她必定会在百日祭那天给我致命一击。时光一天天流逝，百日祭日渐临近，老夫人的话越来越少，时常独自枯坐在顾衍之的房间里出神，我只是默默陪在她身边，我们之间的关系反倒在这份安静的相伴中愈发紧密。百日祭前夜，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电话，对方自称是城南雨光花店的员工，说夫人前几日为他们先生的祭典订购了大批白玫瑰，店主特意嘱咐要为我单独准备一束特别的。店员转述，他们老板说，顾先生以前常来店里，提过他欠一个女孩一场盛大的告白，想把他们店里最美的白玫瑰全部送给他。老板猜测我可能就是那个女孩，明天会把那束花连同祭典的花一起送到，希望我能收下。原来当真有一个女孩被他放在心尖上，原来我那些自以为天衣无缝的谎话，全都是在偷窃另一个女孩的人生。铺天盖地的愧疚与不安将我吞没，我甚至有那么一瞬想要向老夫人和盘托出一切，可我还能回头吗？若我回头，我和腹中的孩子该何去何从？回到那个连医药费都无力承担的绝境中去吗？不，我做不到。我深深吸了口气，
所有的软弱与犹疑都压了下去。演之的百日祭在顾家老宅举行，人群末端，我看到了薛芷柔。她走到我面前，说我今天真好看，说演之看到一定会很欣慰的。这句话像是在警告我。这时，花店的车到了。工人们抬下来一个个巨大的白玫瑰花篮，一个女孩从车上下来，手里捧着一束精心包装的花，问我是不是许薇兰，说这是他们老板特地为我准备的，说这是顾先生欠我的。那是一束用白色纱幔和银色丝带包裹的白玫瑰。我接过那束花，心里百感交集。薛芷柔眼中的嫉妒和恨意根本藏不住。祭奠仪式开始，老夫人准备上台致辞，薛芷柔突然站起身，大声说：“请等一下。”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薛芷柔踩着10厘米的高跟鞋，一步一步走到大厅中央，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我的心尖上。她的嘴角挂着一抹得意的笑，像一只终于等到猎物露出破绽的猎豹。阿姨，我知道今天这个场合不该说这些。她的声音不大，却足以让整个大厅安静下来。但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阿姨，看着顾家被一个骗子蒙蔽。全场哗然，宾客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像潮水一样涌来。老夫人的脸色铁青，握着话筒的手微微发抖。你胡说八道什么？薛芷柔没有退缩，她转过身，手指直直地指向我。这个女人根本不是颜值的女朋友，她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一个为了钱不择手段的拜金女。她顿了顿，环顾四周，声音拔高：“你们所有人都被这个女人蒙蔽了。你们以为她真心爱颜之吗？你们以为她肚子里怀的真是顾家的血脉吗？通通都是假的。”薛芷柔，你在胡闹！我让保安把你轰出去。阿姨，您别急，我还没说完。薛芷柔从包里掏出一张照片，高举过头：“大家看看这是什么？”我定睛一看，心脏猛地一缩，那是前几天我在批发市场买婴儿衣服时被人偷拍的照片。照片里，我正弯腰在一堆廉价衣物里翻找，手里攥着几件皱巴巴的婴儿连体衣。阿姨，您知道吗？薛芷柔转向老夫人，声音里带着痛心疾首的腔调：“您捧在手心里护着的这个准儿媳，前几天一个人溜到城郊的批发市场去买那些几10块钱一件的劣质婴儿衣裳。”她走到老夫人面前，把照片递过去。一个口口声声深爱颜之的女人，会给自己的孩子买这种破烂货吗？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她骨子里就是个穷酸相，她压根没见过世面。她接近颜之，接近阿姨，全是为了钱。她肚子里的孩子都不晓得是哪个来路不明的男人的。大厅里炸开了锅，我听到有人在倒吸凉气，有人在窃窃私语：“不会吧，看着挺体面的啊。”这照片可做不了假。老夫人的眼神里透出震惊与痛楚，她看看照片，又看看我，嘴唇翕动着，却没有说话。我知道她也许并不在意那些衣服值多少钱，她在意的是我瞒了她。薛芷柔得意地扬起下巴，像是已经胜券在握。阿姨，您看清楚了吧？这个女人从头到尾都在骗您，她根本不是什么千金小姐，她就是一个……够了！我站起来，声音不大，但足够让所有人听见。大厅再次安静下来，我缓缓走到薛芷柔面前，平静地直视她的眼睛。你嚷嚷完了没有？就为了这几件衣服的事？薛芷柔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我这么镇定。她冷哼一声：“怎么，你自己做的事还怕人说？”我没有理她，转向老夫人，声音诚恳而平静：“阿姨，我确实去买了那些衣服，我没有告诉您，是觉得不值一提。”薛芷柔立刻来了精神：“阿姨，您听见了吧？她自己认了。”我看了她一眼，继续说：“我买那些东西不是因为我穷酸，也不是因为我上不了台面，而是新生儿的皮肤太嫩了。那些名牌童装看着漂亮，可为了版型和色泽添了不少化学成分。”我从包里拿出那件被拍到的婴儿连体衣，当着所有人的面展开。反倒是这种最不起眼的纯棉布料，多洗几遍就会变得格外柔软。我买它们是想拿回家反复洗涤，给孩子当贴身的里衣穿。我的声音开始有些哽咽，但我咬着牙没让眼泪掉下来。我知道它们不好看，也不值几个钱，但身为一个母亲，我只想给孩子最安心、最舒服的东西。这跟穷富没有关系，只跟一个母亲的心有关系。全场鸦雀无声。我看到老夫人的眼眶红了，她看着我手里的那件小衣服，嘴唇开始颤抖。薛芷柔脸色发白，她没想到我会这样反击，声音开始发虚：“你胡说八道，你就是抠门，就是骗子。”我转过身，直视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薛芷柔，你说我是骗子，那你呢？你口口声声说你了解颜之，说你和颜之最亲近，那你知道颜之最厌恶的地方是哪吗？你知道颜之这辈子最后悔认识了谁吗？你知道颜之临走前最想跟阿姨说的是什么吗？”我一连串的发问让薛芷柔脸上的血色尽失，她慌乱地后退了一步。你胡说什么？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不知道？我冷笑：“没关系，这里有个人可以告诉你。”我从手包里拿出了那部黑色手机。薛芷柔看到手机的瞬间，脸色彻底变了，她认出来了，那是顾衍之的手机。我说这个手机就在她上次说的那个上了锁的抽屉里，那里放着衍之最重要的东西，只给最爱的人看。现在我就让大家看看他最重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按下了播放键，录音里传来顾衍之的声音：“妈，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到这段话，明天要去飞一个新地方，有点危险，所以提前录下来。这些年太混账了，让妈操碎了心。其实早就玩腻了，只是不知道怎么停下来。我要跟薛芷柔断了，那个女人太可怕了。我以前瞎了眼，这次回去我就跟你坦白一切。我遇到了一个女孩，跟他们都不同，很干净，在一家花店工作。我想跟她生
生活在一起。妈，等我带着那个女孩回来。录音播放完毕，大厅里鸦雀无声，在所有亲友的见证下，顾衍之自己的声音把薛芷柔推入了深渊。老夫人嗓音发颤，开始痛骂薛芷柔。薛芷柔瘫坐在地上，拼命摇着头，让老夫人听她解释，说是顾衍之骗了她，是她先对不起她的，他们才是一对。老夫人厉声道：“把他给我轰出去！从今以后，我不想再看见这张脸。转告柳家、薛家和顾家的所有合作全部终止。顾家没有这样的亲戚。”薛芷柔被保安拖到门口时，突然回头，死死盯着我，声音嘶哑：“许薇兰，你以为你赢了？你肚子里的孩子，你敢做亲子鉴定吗？”全场再次安静。老夫人的眼神在那一刻闪过了什么？是怀疑，是不安，还是别的什么？她厉声道：“我的孙子不需要鉴定。”但她握着我的手，微微用力了。我知道，薛芷柔最后那句话像一根刺扎进了我们之间。祭奠仪式在一片混乱中继续进行，直到宾客们陆续散去，偌大的灵堂渐渐空了。白色的花圈，黑色的挽联，香烛的烟雾在昏黄的灯光下缭绕不散。老夫人没有走，她坐在第一排的椅子上，佝偻着背，眼睛直直地盯着灵堂正中央顾衍之的照片。我陪在她身边，不知道该说什么，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已经忘了我的存在。然后她开口了，声音沙哑的像风吹过枯叶：“薇兰，衍之录音里说的那个花店女孩不是你吧？”我的心跳在那一瞬间漏了一拍。她不是问句，是陈述句。她知道了。阿姨，你不用急着否认。老夫人打断我：“我虽然老了，但耳朵还好使。录音里衍之说得很清楚，那个女孩在花店工作，很干净，她想跟她重新开始。而你进这个家这么久，从来没提过你在花店工作过，所以那不是你。”我张了张嘴，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她知道，她从一开始就知道。阿姨，对不起。我低下头：“你先别急着道歉。”老夫人的声音放轻了，但目光依然锐利。我问你，你怎么打开的抽屉？衍之从来没告诉过任何人密码，连我都不知道。来了，这是最难回答的问题。他有一次喝醉了，抱着我哭。我的声音放得很轻。他说，如果我回不来，密码是5796，那是我最想去的地方，我这辈子最想带你去的地方。我以为他在说醉话，没想到5796，那是什么地方？是瑞士少女峰附近的坐标。我说，他在那张一装飞行的照片背面写了经纬度。老夫人沉默了，香烛的火苗跳了跳，在墙上投下摇晃的影子。她盯着顾衍之的照片看了很久。你和衍之到底是怎么认识的？她终于问。在一家酒吧。我选择了最模糊的答案。后来在一起过一段时间，但他从没把我正式介绍给朋友或家人。后来我们因为一些误会分开了。在听到他的消息时，就是他的死讯。老夫人点了点头，没有再追问。她站起身，我连忙扶住她的胳膊。先回去吧。她说，声音里满是疲惫。今天太累了。一路上车里很安静，老夫人闭着眼睛靠在座椅上。我不知道她是在休息还是在想事情。回到别墅后，她让佣人们都退下，只留我一个人在客厅。她在沙发上坐下，指了指对面的位置：“坐吧。”我坐下了，但屁股刚碰到沙发垫，就再也忍不住了。我站起身，走到她跟前，膝盖一弯，直直地跪了下去。她愣住了：“你这是做什么？”我抬起头，眼眶已经红了。最后，我连连向老夫人道歉，表示我不求原谅，只求把孩子生下来。等孩子出生，我会马上离开，再也不会来打扰她的生活。我选择了半真半假的叙述方式，我知道这是我唯一的生路。我赌的是老夫人在经历了薛芷柔的背叛后，对我这个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同情，更赌她对肚子里这个顾家唯一血脉的渴望。许久，老夫人泪流满面：“傻孩子，你也是个苦命的孩子，阿姨不怪你。衍之那孩子从小就没个定性，是他对不起你。至于那个花店的女孩，或许只是他一时的新鲜感，或许是他故意气你的。”这一刻，我知道我赌赢了。他不是在骗我，他是在骗他自己，因为他需要一个理由，一个把我和孩子留在身边的理由。他说不许再说离开的话，这里就是我的家。他说我肚子里的就是顾家唯一的根，谁也抢不走。他说我从今天起就是他认定的儿媳妇，以前的那些事就把他烂在了肚子里，以后谁敢再对我有一句不敬，他第一个不放过他。那场惊心动魄的百日祭之后，薛芷柔这个名字彻底在我们的世界里消失了，他成了整个上流圈子里最大的笑话，被家里人送去了国外。我和老夫人之间那层基于谎言的隔阂消失了，她开始真正把我当成可以依靠的家人。顾家的产业、公司的文件，她都会拿给我看，我开始帮她分析报表、整理文件，甚至对一些公司的决策提出自己的看法。我的表现让老夫人惊喜不已。有一天，老夫人突然问我说，衍之录音里那个花店的女孩要不要去找找她？我沉吟了片刻，情真意切地说，阿姨，我觉得还是不要找了，衍之已经走了，我们现在去找她，对她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打扰？让她知道这一切，只会让她更痛苦。既然衍之选择把这个秘密藏起来，我们就替她把这个秘密永远的藏下去吧，就让她带着对衍之一段美好的念想，继续她平静的生活，这对她对我们都是最好的结果。这番话既显得我宽厚大度，也彻底掐灭了老夫人追根究底的念头。这个最大的雷总算被我亲手排掉了。我的腹部一天比一天隆起，孕吐的反应也愈发厉害。昏昏沉沉之间，脑海里骤然闪过一个支离破碎的画面：一家酒吧的后巷，一个男人将我按在墙上。宝宝，可算找着你了。我猛地从床上惊坐而起，
浑身被冷汗浸透。那个男人是谁？那晚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为什么一丁点都记不起来？我一直以为孩子是那次醉酒后的意外，是一个我连长相都记不清的陌生人，可那个嗓音，那句话却如此真切。宝宝，可算找着你了。这绝非酒后胡言，更像是一场精心布置的围猎。孩子的父亲知道我的身份，甚至可能一直在某个暗处盯着我。我栖身的这个地方或许并非什么安全的港湾，我和腹中的孩子也许只是旁人棋盘上的一枚棋子。这个念头一旦生根，便如藤蔓般在我心底疯长开来。我借口有东西落在出租屋，离开别墅去找那晚的酒吧。找到那家店时，天色已暗，店里刚开门迎客。我坐到吧台边，要了杯温水，翻出手机里一张自己3个月前的照片，问调酒师对这个人有没有印象。调酒师瞥了我一眼，说店里客人太多，记不住，而且店里规矩不能泄露客人信息。他的反应在我预料之中，这种地方最讲究的就是口风。我掏出钱包，抽出一叠钞票推过去，说我不是记者，也不是条子，照片里的是我妹妹，那天之后就失联了，家里人都急疯了，我只想知道她当晚最后跟谁在一起。调酒师盯着那叠钱，还是摇了摇头说对不住，真不能说，这是行规。说完便转身招呼其他客人去了。我正准备起身离开，忽然一个身影在我旁边的位子上坐了下来。我扭头一看，是个男人，他穿着剪裁考究的西装，看着27、8岁，五官深邃，嘴角噙着一抹若有似无的弧度。他似乎察觉到我的目光，侧过脸来看向我，那双眼睛跟我噩梦里见到的一模一样。他微微扬起嘴角，露出一个带着几分侵略性的笑容，举了举手里的酒杯，算是打个招呼。我的身体反应快过思想，我猛地站起身，几乎是落荒而逃。我不敢回头，直到跑出酒吧老远才敢停下脚步，弯着腰大口喘气。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别墅的。老夫人看到我失魂落魄的样子，吓了一跳，忙问我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我摇摇头。那个男人的脸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他是谁？他为什么会出现在那家酒吧？他看我的眼神为什么那么奇怪？不久之后，老夫人拿着一本商业杂志走过来让我看看。我接过杂志，封面是一个男人的照片。看到那张脸的瞬间，我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是他，那个在酒吧里跟我搭讪的男人。照片下面有一行醒目的标题：揭秘远州资本创始人傅云慈。老夫人眉头紧锁，语气里充满忌惮，说她最近才听说的。这个远州资本是半年前才冒出来的，行事风格极其凶悍，在短短半年内已经连续收购了好几家上市公司。现在他们好像盯上了我们一直在跟的一个项目，来势汹汹，摆明了是要跟顾氏抢。他查过这个傅云慈的背景，很神秘，只知道他很年轻，是国外回来的。至于他的家世人脉一概不知，就像是凭空出现的一样。凭空出现这个词让我心里猛地一沉，一个可怕的念头在我心里清晰地浮现，他是故意出现在我面前的，他在警告我，或者在提醒我。老夫人又跟我讨论了几句关于远州资本的事，就去书房了。我瘫坐在沙发上，感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我该怎么办？告诉老夫人吗？告诉她，那个商场上最凶狠的敌人可能就是他未来孙子的亲生父亲。不，我不能说。如果我说了，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任会瞬间崩塌，我会被赶出顾家，傅云慈也会像丢垃圾一样把我丢掉。我将再次一无所有。我死死地攥着那本杂志，指甲几乎要嵌进纸里。从那以后，我开始疯狂地搜集关于傅云慈以及远州资本的一切信息。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远州资本向顾氏集团发来一份会议邀请，会议的主题是关于那个我们双方都在争夺的新能源项目。老夫人决定出席，她说让我跟她一起去，说我是顾家的人，也是时候该出去见见世面了，让所有人看看顾家后继有人。我知道这是老夫人在给我铺路，也是在向外界宣告我的身份。我们到的时候，傅云慈已经到了，他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听到脚步声缓缓转过身，目光精准地落在了我的脸上，眼神极具侵略性，仿佛看到了我灵魂深处最隐秘的恐惧。我强迫自己迎上他的目光，没有闪躲。老夫人上前一步伸出手，傅云慈握住老夫人的手，嘴角勾起一抹客套的笑说：顾夫人客气了，早就听闻顾夫人是商界女杰，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他的话滴水不漏，然后他又看向我，问：这位想必就是……老夫人接过话说：这是我的儿媳妇许薇兰。傅云慈重复了一遍我的名字，朝我伸出手，我别无选择，只能伸出手。他的拇指在我手背上若有若无地摩挲着，那是一种极其暧昧又极具挑衅的动作。我用力把手抽了回来。傅云慈看着我，笑容里充满了玩味和嘲弄。会议就是一场鸿门宴，傅云慈和他的团队把顾氏集团的方案批驳得体无完肤，老夫人和高管团队从头到尾都处于被碾压的状态。会议结束的时候，我们这边所有人的脸色都难看到了极点。傅云慈站起身，走到老夫人面前说：看来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好谈的了，这个项目我们远州志在必得。他说的轻描淡写，却充满了不容置疑的霸道。老夫人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在等电梯的时候，傅云慈也跟了出来。我们走进电梯，就在电梯门即将关上的那一刻，傅云慈突然往前一步，挡住了电梯门，说：不好意思，他跟我还有几句话要说，让他们先下去。没等众人反应，他一把将我拉了出来，按下了电梯门。我质问他想要干什么，他把我逼到墙角，整个人几乎将我圈在怀里，声音里带着蛊惑的笑意。干什么，宝宝？我不是告诉过你，我抓住你了吗？我死死地瞪着他。你演得很好，顾家儿媳这个角色很适合你。不过别忘了，你肚子里怀的是谁的孩子？更别忘了顾衍之的死不是意外。顾衍之的死不是意外，
这句话让我惊恐到失语。他看着我惊恐的表情，笑道：“还是不惊吓，我还以为在顾家待得久一点，你的胆子会变大呢。”我咬紧下唇，疼痛让我找回了理智，问他到底想怎么样。他说：“我只是想看戏，看你一个走投无路的孤女，一步步怎么爬上枝头变凤凰，看你怎么把顾家那个老女人骗得团团转，看你怎么把所有人玩弄于股掌之中。你演得很好，比我预想的精彩太多了。”问他戏看完了，所以呢？他说：“不，戏才刚刚开始。第一幕叫鸠占鹊巢，你演得不错。这第二幕我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引狼入室。”我瞳孔猛地一缩，问他是不是要我对付顾家？他说：“真聪明，不愧是我看上的人。我要顾氏集团所有的核心资料、客户名单、技术专利、未来的发展规划，我相信你办得到。毕竟你现在可是顾家最受宠的儿媳妇。”他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命令。我问：“如果我说不呢？”他冷笑一声：“你是不是忘了？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不？你肚子里的这个小东西可不姓顾，你也不想让他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吧？不想他一出生，他的妈妈就成了一个商业间谍，一个诈骗犯，一个杀人犯的同谋。”最后一句话他压得极低，他什么都知道，他是在用顾衍之的死来威胁我。我终于明白，我根本没有选择。从我踏进墓园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掉进了他精心编织的网里。我不能就这么认输，我不会让傅云慈得逞，我会让他知道棋子也能掀翻整个棋盘。回到别墅，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疯狂的思考。傅云慈给我出了一个死局，帮他，我会成为顾家的罪人，背叛老夫人对我的信任；不帮他，他会毁了我，甚至会用顾衍之的死来把我也拖下水。我正抱着膝盖坐在床上，脑子里乱成一锅粥。傅云慈的脸，他的声音，他说的每一句话，像毒蛇一样缠着我，越缠越紧。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屏幕上跳出一条未知号码的消息。考虑的怎么样了？我没有存他的号码，但我认得这个语气，傅云慈。我把手机扣在床头柜上，不想回，又震了。你没有退路，早点想清楚，对你对孩子都好。我咬着嘴唇，手指悬在屏幕上方，犹豫了很久。他说的对，我没有退路，但我不甘心。给我3天时间。我回复3天，你想做什么？我需要想想怎么下手。顾家的核心资料不是街边大白菜，说拿就能拿。对面沉默了很久，我几乎能想象他在另一端盯着屏幕，眯着眼睛思考的样子。好，3天，但别耍花样，你的一举一动我都能看到。我盯着最后那句话，后背一阵发凉。你的一举一动我都能看到，他在监视我，房间里还是外面？我走到窗边，掀开窗帘一角，楼下空荡荡的，只有路灯孤零零的亮着，但谁知道黑暗里藏着什么。第二天早上，我下楼时，佣人递给我一个保温袋，少奶奶，有人送来的。我打开，里面是一份早餐，保温袋上贴着一张纸条，只有4个字：补充体力，没有署名，但我认得那个字迹。我问佣人，谁送的？一个穿西装的男人，天没亮就来了，他说是少奶奶的朋友。朋友，我冷笑，他配吗？我把早餐拎回房间，站在垃圾桶前，本想直接扔进去，但我的手停在半空，不是心软，是我真的需要补充体力，我需要活着，需要有力气去查真相，去反击。饿着肚子什么都做不了，我坐下来，一口一口地吃完了那碗粥，不是因为他的关心，而是因为我要活下去。吃完后，我把保温袋洗干净，放在一边，然后重新坐回书桌前，摊开那些商业杂志。傅云慈以为我会乖乖就范，他错了。我要找到他的弱点，他唯一的弱点就是他知道顾衍之死亡的真相，但同时，这个真相也是悬在他头顶的一把利剑。如果我能找到那个真正的凶手，那么我就能从他的钳制中挣脱出来，甚至反将他一军。可是从哪里查起？顾衍之死在国外，警方给出的结论是某个部件出现故障。傅云慈既然说不是意外，那就说明故障是人为的，是谁做的？我烦躁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目光落在书桌上的一叠商业杂志上。老夫人说过，顾衍之一直在关注这些新兴产业，甚至他还主导过公司的内部改革，虽然最后都被一些元老给压下去了。一个公司里最不希望改革的是谁？是那些既得利益者。如果顾衍之回来大力推行改革，谁的利益会受到最大的损害？我立刻打开顾衍之的电脑，电脑有密码，我试了那个坐标，成功了。在一个加密的文件夹里，我发现了一个文档，标题是蛀虫，里面全都是顾氏集团内部一些高管贪污腐败的证据。在名单的最顶端，我看到了一个无比熟悉的名字，崔明远，他是顾氏集团的副总裁，也是跟着顾家老爷子一起打江山的老臣。文档的最后是顾衍之写的一段话：父亲一生的心血不能毁在这些蛀虫手里。崔叔，我看在父亲的面子上，给你最后一次机会，3天之内把所有侵吞的资产全部还回来，然后自己引咎辞职，否则等我回去，我们法庭上见。文档的创建日期是顾衍之出事的前5天。我什么都明白了，顾衍之的死不是意外，也不是情杀，而是一场为了掩盖罪行的卑劣的谋杀。或许崔明远就是那个凶手。就在这时，一个计划在我心里慢慢成型。那一夜我没有合眼，但精神却异常亢奋。窗外从漆黑变成深蓝，再从深蓝变成灰白。我坐在书桌前，把崔明远的名字在纸上写了100遍，每写一遍，心里的计划就清晰一分。天刚蒙蒙亮，我准备下楼找老夫人，手机突然震动，
一条匿名短信，号码被屏蔽了。有些事知道了对你没好处，收手还来得及。我盯着屏幕，心跳加速，但这一次我没有害怕。我已经知道了最坏的真相，还能有什么更坏的呢？我删掉短信，照常出门。司机载我驶出别墅区，刚拐进一条僻静的街道，一辆黑色商务车猛地从侧面插过来，别停了我们！司机急刹车，我整个人往前一冲，两个黑衣男人下车，敲了敲我的车窗。为首的那个戴着墨镜，面无表情。许小姐，崔总想跟您说几句话。我心里一沉，但脸上没有露出慌乱，推开车门，站到他们面前。崔总让我带句话，顾少爷的事跟你没关系，你好好当你的少奶奶，别多管闲事。男人的声音很低，带着威胁。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平静地说。男人冷笑。你昨晚看了顾少爷电脑里的东西，对吧？崔总说了，那是顾少爷生前跟他开的玩笑，一个外人别掺和。我心头一凛，他们知道我看过电脑了，房间里有监控。男人又上前一步，压低声音。崔总还说，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顾家的还是别的男人的，他也很感兴趣，要不要做个亲子鉴定？这是赤裸裸的威胁，用我的孩子威胁我。我攥紧拳头，指甲掐进掌心，然后我抬起头，一字一句地说：你回去告诉崔总，我什么都没看到，但如果我的孩子出任何事，我会让整个顾氏陪葬，我说到做到。男人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硬气，他盯着我看了几秒，哼了一声，转身上车。黑色商务车扬长而去，我站在原地，双腿发软，但没有倒下去。我已经知道了最坏的真相，还能有什么更坏的呢？我删掉短信，照常出门。司机载我驶出别墅区，刚拐进一条僻静的街道，一辆黑色商务车猛地从侧面插过来，别停了我们！司机急刹车，我整个人往前一冲，两个黑衣男人下车，敲了敲我的车窗。为首的那个戴着墨镜，面无表情。许小姐，崔总想跟您说几句话。我心里一沉，但脸上没有露出慌乱，推开车门，站到他们面前。崔总让我带句话，顾少爷的事跟你没关系，你好好当你的少奶奶，别多管闲事。男人的声音很低，带着威胁。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平静地说。男人冷笑。你昨晚看了顾少爷电脑里的东西，对吧？崔总说了，那是顾少爷生前跟他开的玩笑，一个外人别掺和。我心头一凛，他们知道我看过电脑了，房间里有监控。男人又上前一步，压低声音。崔总还说，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顾家的还是别的男人的，他也很感兴趣，要不要做个亲子鉴定？这是赤裸裸的威胁，用我的孩子威胁我。我攥紧拳头，指甲掐进掌心，然后我抬起头，一字一句地说：你回去告诉崔总，我什么都没看到，但如果我的孩子出任何事，我会让整个顾氏陪葬，我说到做到。男人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硬气，他盯着我看了几秒，哼了一声，转身上车。黑色商务车扬长而去，我站在原地，双腿发软，但没有倒下去。回到别墅后，我把自己关进房间，开始一寸一寸的检查床头柜、梳妆台、衣柜。在台灯底座的缝隙里，我摸到了一个比指甲盖还小的黑色圆片，窃听器。我浑身发冷，但脑子却出奇的清醒。我没有拆掉它，而是对着台灯的方向低声说：崔总，你想听就听吧，我会让你亲口说出真相。我坐在床边，把傅云慈说过的话重新在脑子里过了一遍。顾衍之的死不是意外，只有这一句。他没有告诉我凶手是谁，没有告诉我任何细节，他只是抛出一个钩子，然后让我自己去查。为什么？如果他真的只是想吞掉顾氏，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件事？如果他真的只是把我当棋子，为什么要给我线索？我猛地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个荒唐的念头冒了出来，傅云慈不是在威胁我，他是在逼我去查真相，逼我去翻顾衍之的电脑，逼我去发现那些藏在暗处的东西。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想起他说那句话时的表情，顾衍之的死不是意外，他的眼睛里有愤怒，有悲伤，还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那不是伤人的冷酷，那是我不敢往下想。但有一点我确定了，傅云慈和顾衍之之间一定有关系，而且不是普通的关系。他不告诉我凶手是谁，是因为他想让我自己查出来，他想让我亲眼看到真相。至于他到底打的什么算盘，等我查出真相，自然会水落石出。我洗了把脸，换上一身干练的套装，走下楼找到老夫人。阿姨，我考虑过了。我在她对面坐下。傅云慈想要那个项目，我们不能退让。老夫人叹了口气，把文件放到茶几上。可是我们的方案根本没有竞争力。我看了远州资本的提案，他们在技术、成本、人脉上都比我们强太多，硬碰硬，我们占不到便宜。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那就做一个有竞争力的方案。老夫人愣了一下，什么意思？我说的是不只是对外抢项目，而是对内动手术。我顿了顿，阿姨，你相信我吗？老夫人看着我，沉默了几秒，然后她放下手里的文件，重重地点了点头。信，你说。接下来的3天，我把所有关于崔明远和他党羽的资料都整理了出来，然后结合顾衍之的思路，重新制定了一份针对顾氏集团内部的改革方案。如果实施，整个顾氏集团将会经历一场剧烈的大地震，所有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元老都将被清洗，也包括崔明远。3天后，我把这份厚厚的方案交给了老夫人。我说我知道这份方案很冒险，但是不破不立。顾氏集团已经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了，不然就算没有远州资本，也会有下一个资本来把它吞掉。老夫人沉默了很久，最后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我比衍之更有魄力，就按我说的办。有了老夫人的支持，我立刻以她的名义召开了董事会。
公布了那份改革方案。果不其然，遭到了以崔明远为首的元老们的激烈反对。他们说这简直是胡闹，一个黄毛丫头懂什么商业？还有人质问老夫人，说不能由着我胡来，这会毁了故事的。整个会议室吵得像个菜市场，我冷冷地看着他们。就在他们吵得最凶的时候，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所有人都转过头去。傅云慈走在最前面，身后跟着3个西装革履的律师。每个人手里都提着公文包，他穿着一身剪裁考究的深灰色西装，表情淡漠，像是来参加一场再普通不过的商务洽谈。但整个房间的气压瞬间降到了冰点。崔明远看到他的瞬间，脸色肉眼可见的变了，先是发白，然后泛红，最后铁青。他猛地站起来，椅子向后滑出去，撞在墙上，发出一声刺耳的巨响。傅云慈，你来做什么？他的声音又尖又急，像被踩了尾巴的猫。这是我们顾氏的内部董事会，外人不得入内。傅云慈没有回答，他的目光缓缓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那些元老们有的低头，有的别过脸，有的强装镇定却手指发抖。最后，他的视线落在我身上，停留了半秒，然后移开。外人。他从律师手里接过一份文件，轻轻扔在会议桌上。我收购了顾氏集团市面上30%的流通股，这是股权证明。现在我才是顾氏最大的个人股东。全场哗然，几个元老交头接耳，有人倒吸凉气，有人脸色发白。崔明远瞪大眼睛，死死盯着那份文件，像是要用目光把它烧穿。他转向老夫人，声音几乎是吼出来的：夫人，你就让外人这么欺负我们？顾氏是老爷子一辈子的心血，你难道要眼睁睁看着他落到外人手里？老夫人坐在主位上，脸色也不好看，但她还是沉声说：云慈是衍之的朋友，他支持微蓝的方案，我也是认可的。朋友？崔明远冷笑，嘴角扯出一个讥讽的弧度。什么朋友？我看他是崔副总。傅云慈打断他，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压。我是来支持许小姐的改革方案的，有问题吗？崔明远的脸涨成了猪肝色，他突然转过身，手指直直地戳向我，指甲几乎要碰到我的鼻尖。你算什么东西？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肚子里的野种还不知道是谁的，就想动我？他的声音在整个会议室里回荡，每个字都像刀子一样扎过来。我告诉你，顾氏能有今天，是我和老爷子一刀一枪打下来的。你一个外人，没资格坐在这里指手画脚。你那个什么改革方案，就是要毁掉顾氏，你安的什么心？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有人在窃窃私语，有人在冷笑，有人眼神里带着幸灾乐祸。我缓缓站起来，与崔明远对视，他的眼睛里有愤怒，有恐惧，还有一种穷途末路的疯狂。崔副总，你说我是外人？我的声音不大，但足够清晰。那你呢？你贪了公司多少钱？需要我一件一件念出来吗？我从包里拿出那厚厚一叠资料，轻轻放在桌上。那是顾衍之电脑里的蛀虫文档，我打印了出来，每一页都用红笔标注了关键数字。崔明远的脸一下子白了，但他很快镇定下来，狞笑着从自己包里抽出一份文件，高高举起。你查我？好啊，那我也不客气了。他把文件甩到桌上，那是一张照片。酒吧门口，一个男人扶着一个女人，男人是傅云慈，女人是我，角度刁钻，看起来两人姿态亲密。大家看看。崔明远的声音近乎嘶吼，他拿起照片在每个人面前晃过。这个女人和傅云慈早就认识，他们串通好了，她肚子里的孩子根本就不是衍之的，她是个骗子。傅云慈是她的同伙，他们联手想吞掉顾氏。全场再次炸开了锅，议论声像潮水一样涌来，有人喊查清楚，有人喊不能让他得逞。老夫人的眼神在那一刻变得无比复杂，震惊、怀疑、痛心，还有一丝我读不懂的东西。我的手在发抖，但我的心跳却奇异地平静下来。这时，傅云慈站起来，他不急不慢地走到崔明远面前，拿起那张照片看了看。照片是真的，他说，声音平静的像在念天气预报。那天晚上，薇兰喝醉了，我送她回家，仅此而已。他转过身，面对所有人，目光坦然。至于孩子是不是衍之的，等生下来可以做亲子鉴定，顾家的血脉不会弄错。我傅云慈没必要在这种事上撒谎。崔明远没想到他这么爽快地承认，愣了一下，但他很快抓住机会。你承认了，你们早就认识，那他进顾家就是预谋。你呢？崔副总。傅云慈的声音忽然冷了下来，像冬天的风刮过会议室。你说了这么多，也该轮到我了。他从律师手里接过一个小小的 U 盘，举在半空中。这里面有一些有趣的东西，是关于崔副总裁如何精心策划谋杀自己雇主之子的证据。崔明远的瞳孔猛地一缩。你胡说什么？他的声音开始发抖，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傅云慈没有废话，直接按下手机上的播放键。会议室里响起了录音。东西装好了吗？装好了，起飞后3分钟，一装锁扣会自动松脱，看起来会是意外。钱已经打到你账上了，记住，你从没见过我。明白，崔总。声音清晰，语速平缓，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在场每个人的耳朵里。崔明远的脸色从白变灰，从灰变青，他的嘴唇剧烈地哆嗦着，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所有力气，双腿一软，直接瘫倒在了椅子上。你怎么会有？他喃喃着，眼神涣散。会议室里死一般的寂静，我看着他，心里没有快意，只有一种沉重的悲哀。这就是为了钱，
害死一条人命的代价。傅云慈收起手机，转身回到座位上，拉开椅子坐了下来。他的目光与我的目光在空中交汇了一瞬，那一眼里有太多我说不清的东西。最后，崔明远和他背后的势力被连根拔起，顾氏集团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改革，而我也正式进入了顾氏集团的董事会。别墅露台上，我找到了正在看星星的傅云慈，我问他早就知道了对不对？他问知道什么？我说知道崔明远是凶手。他点点头，没有否认。我问他为什么不直接揭穿他，为什么还要绕这么大一个圈子利用我？他说因为如果他直接揭穿崔明远，那他得到的只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而现在他得到了一个全新的充满活力的故事，还得到了一个全天下最聪明最狠心的合作伙伴，以及一个儿子。所有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我以为我成了导演，到头来他才是真正的操纵者。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顾衍之的死真是意外吗？他说不全是，崔明远确实在他的衣装上动了手脚，但是以顾衍之的技术，如果他足够谨慎，本来是有机会活下来的。他分心了。起飞前接到了一个电话，是那个花店的女孩打来的。那个女孩拒绝了他，她说她已经有了喜欢的人，她要结婚了。原来是这样，多么讽刺！我靠着一个虚假的爱情故事得到了所有，而她却因为一个真实的爱情故事失去了一切。随后我问她，她跟顾衍之又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为他做这么多？傅云慈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泛黄的旧照片，照片上是两个男孩穿着一样的衣服，笑得没心没肺。大一点的是傅云慈，小一点的是顾衍之，他们穿着一样的条纹 T 恤，勾肩搭背，像世界上任何一对亲密兄弟。夜风吹过露台，带来花园里白玫瑰的香气。我站在傅云慈身边，看着他手里的那张泛黄照片，半晌说不出话。你们是亲兄弟？我轻声问。同父异母。傅云慈把照片收进口袋，转过身，双手撑在栏杆上，望着远处的夜空。我母亲是我父亲的第一个妻子，我出生后不久，他们就离婚了。我跟了母亲，但一开始我还在顾家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来呢？后来父亲娶了老夫人，生了衍之。他的声音很平静。我母亲去了国外，生活稳定后回来要走了我的抚养权。那时候我大概5、6岁，衍之才3、4岁，我被带出国，从此跟顾家断了明面上的联系。那老夫人知道你的存在吗？知道，她嫁进顾家的时候我还在，她见过我。傅云慈顿了顿，但后来再也没有见过面，她只知道我被生母带走了，在国外生活。那衍之呢？傅云慈的嘴角微微上扬。衍之一直记得我，她长大后偷偷查到了我的联系方式，给我写信发邮件，我们断断续续联系了很多年，连老夫人都不知道。她总说，哥，等我长大了，我一定把你接回来。他没来得及，这句话我没有说出口，但我们都懂。沉默了很久，我深吸一口气，问出那个一直堵在心里的问题。那我们之间呢？你和我那一晚到底是怎么回事？傅云慈没有立刻回答，他转过身，靠在栏杆上，月光照在他脸上，他的表情比平时柔和了许多，也复杂了许多。你当真一点都不记得了？他问。我摇头，我只记得喝了很多酒，醒来在一个陌生的酒店，其他的全是碎片。那天晚上，衍之给我打电话，傅云慈的声音放得很轻。他说他喜欢上了一个女孩，想让我帮他查查。他发了那个女孩的照片给我，说他在那家酒吧。我去了，不是为了她，是为了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女孩能让我那个眼高于顶的弟弟动心。然后呢？然后我去的时候看到你的背影，以为你就是他，结果走近一看，你不是他，还喝了很多酒，有人往你杯子里放了东西。他的声音忽然冷了下来。我认识那个人是崔明远的人，我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但我知道如果我不管，你会有麻烦。我愣住了，所以那晚是有人给我下药？我带你离开了酒吧。傅云慈继续说，你醉得很厉害，拉着我的衣服不肯松手，嘴里喊着别丢下我，我把你送到酒店，本来想走，但你……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用词。你抱住了我，你说你一个人害怕，不想一个人待着。我知道我不该留下来，但……他没有说下去，所以是我主动的。我声音发紧。你喝醉了。傅云慈说，语气里没有推卸责任的意思。但我没有拒绝，我才是那个应该负责的人。夜风吹过来，我的脑子一片混乱，所以不是意外，不是陌生人，是他，是一直在暗中盯着我的他。第二天早上我还没醒，你就走了。傅云慈说，等我追出去，你已经不见了。我找过你，但一直没有消息。后来衍之出事，然后很巧合，我去墓园祭奠，看到你在墓园里哭。所以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是谁？我说知道。他没有否认。我知道你怀的是我的孩子，也知道你进了顾家。我需要一个人替我查崔明远，而你需要一个活下去的理由，我们各取所需。所以你就威胁我，监视我，把我逼到绝路。是。他直视我的眼睛，因为我不确定你是不是值得信任的人。如果你被薛芷柔赶走了，或者向崔明远告了密，我就全盘皆输。那现在呢？我问。崔明远已经倒了，你的目的达到了，你还来这里做什么？傅云慈沉默了很久。后来我看到你为了孩子什么都敢做，你连我的威胁都不怕，还敢反过来查崔明远。你在董事会上拿出那些证据的时候，我在你眼睛里看到了衍之没有的东西。什么？狠。他说，嘴角微微上扬。但衍之缺的就是这个，他太干净了，干净到经不起风浪。你不是，你从泥里爬出来，虽然身上带着伤，但能站得住。
他转过身，面对着我，目光沉静而认真。演之需要的是一个能撑住一切的人，不是你演的那个角色，是你本来就是这样的人。我的眼眶开始发酸。所以呢，你到底是看戏的还是？我开始以为是看戏。他说，后来发现我入了戏。夜风吹过来，我打了个寒战。傅云慈脱下外套披在我肩上。回去吧，别着凉。他说，我走了几步，停下来，没有回头。傅云慈，你喜欢过我吗？身后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然后他开口，声音带着笑意，但那笑意里有一丝苦涩。我说了，我是看戏的。骗子！我轻声说，抬脚往前走，嘴角却不受控制的微微上扬。身后夜风送来他几乎听不见的呢喃：喜欢，从第一眼就喜欢。我没有回头，但脚步慢了下来。我终于明白了一切，这不是一场商业的战争，也不是一场爱情的骗局。这是一个哥哥用他自己的方式为死去的弟弟讨回公道，并且完成他遗愿的漫长的复仇。1年后，我生下了一个男孩，老夫人给他取名顾怀安，他把他当成亲孙子一样疼爱。他最终还是知道了孩子的事，是我亲口告诉他的。他听完后只是沉默了很久，摸着我的头说：傻孩子，你以为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从那段录音开始，我就知道了，他是不是演之的孩子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你的孩子，而你是我的女儿。我的眼泪在那一刻决了堤，属于许薇兰的故事已经落幕，而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怀安满周岁那天，老夫人在云溪公馆摆了整整10桌宴席，请来了大半个商界的朋友。小家伙穿着一身红色的小唐装，被老夫人抱在怀里，逢人就笑，眼睛弯成2道月牙，像极了傅云慈。我在一旁招呼客人，目光不经意扫过大厅入口时，脚步猛地顿住了。傅云慈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一个精致的礼物袋，整个人清冷金贵。他没有请柬，但门口的迎宾显然不敢拦他。整个大厅的声音好像瞬间低了几度，不少人都认出了这个在商场上掀起腥风血雨的年轻人。老夫人也看到了他，脸上的笑容微微僵了一瞬，但还是保持着风度迎了上去，客气地说着欢迎的话。夫人客气了，怀安周岁，我理应来贺。他的目光越过老夫人，落在我怀里的孩子身上，眼底有一瞬间的柔软，短的几乎捕捉不到。他走到我面前，把礼物袋递过来，道了声恭喜。我接过袋子，里面是一只纯金打造的长命锁，背面刻着岁岁平安4个字，做工极其精致。我低声道了谢，心跳却不受控制的加速。宴席进行到一半，怀安开始犯困，我抱着他上楼去睡觉，刚把他放在小床上盖好被子，身后传来轻微的脚步声。傅云慈不知什么时候跟了上来，斜靠在门框上，双手插在裤袋里，神色莫测。我压低了声音，问他上来干什么，不想吵醒孩子。来看看儿子。他的语气理所当然，仿佛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心头一紧，说孩子姓顾。他知道，但这不影响孩子流着他的血。他走进来，在床边站定，低头看着熟睡的怀安，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温度。他问我有没有想过把真相告诉孩子，让孩子知道他的父亲是谁。我沉默了。这个问题我想过无数次，却始终没有答案。怀安现在还小，等他长大了，我该怎么说？说他的父亲是一个用阴谋和威胁把我逼到绝路的人，还是说他是一个为了替弟弟复仇，不惜把所有人都当成棋子的偏执狂？可偏偏也是这个人，在所有人面前支持了我的方案，把崔明远送进了监狱，为顾衍之讨回了公道。我说等孩子长大了会告诉他，但不是现在。我希望孩子能在一个没有算计、没有阴谋的环境里长大。我告诉傅云慈，如果要认孩子，等孩子自己能做出选择的时候，让他亲自来问。傅云慈看了我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会发怒，但他只是轻轻笑了一声，那笑容里竟然有一丝苦涩。我比他以为的要狠。他的话像一根针，扎进了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我别过头，不让他看到我发红的眼眶，让他赶紧走，别打扰怀安睡觉。傅云慈没再说什么，转身走了出去。走到门口时，他停了一下，背对着我说：许薇兰，你说过棋子也能掀翻棋盘，但你有没有想过，棋盘上的棋子也可能是另一局棋的棋手？他走了，留下我一个人站在房间里，久久回不过神。怀安2岁那年，老夫人的身体开始变差，顾氏集团的大部分事务都压到了我肩上，我几乎天天加班到深夜，有时直接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凑合一宿。傅云慈的远州资本和我们从最初的针锋相对，慢慢变成了某种微妙的合作关系。他不再提那些威胁的话，每次见面都是公事公办的态度，但我知道他一直在暗中关注着顾氏的一举一动。很多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总会恰到好处的出现一个巧合的解决方案。有一天深夜，我在办公室处理完最后一份文件，准备关灯离开，发现楼下停了一辆熟悉的车。傅云慈靠在车门上，看到我出来，他说是路过，但我注意到他衣领子上沾着几滴雨水，显然在这里等了不短的时间。他提出送我回去，我说不用，自己叫车。许薇兰，别逞强了，已经凌晨2点了。我犹豫了一下，还是上了车。车里很安静，暖风开得很足，我靠在副驾驶的座位上，连日来的疲惫像潮水一样涌上来，不知不觉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车子停在云溪公馆门口，我身上盖着傅云慈的大衣，车里没有开灯，只有仪表盘泛着微弱的光。傅云慈一只手搭在方向盘上，正侧头看着我，
目光很深，深到我读不懂里面的东西。我醒了之后问他怎么不叫我，他说看我睡得沉，没忍心，声音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我坐直身子，把大衣递还给他，道了谢。他接过衣服，指尖不经意碰到我的手，有一瞬间的停顿，空气忽然变得有些粘稠，我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在安静的车厢里格外清晰。傅云慈开口，声音有些哑，他问我有没有想过，他说要我对付顾家的时候，其实没打算真的让我动手，他只是想看看我会怎么选。如果我选了他，那我就不值得他浪费时间。但你选了另一条路，你找去了崔明远的证据，用演之的方案去对抗我，甚至反过来利用我的身份来稳住顾家。那一刻我才确定我没有看错人，你确实是那个能撑住一切的人。我攥紧了衣角，喉咙发紧，问他，你就不怕我真的倒向他那边？当然怕，但我更怕错过一个真正值得的人。车里的气氛变得更加微妙，我推开车门，几乎是逃一样地下了车。有些账不是一朝一夕能算清的，我们之间隔着一个顾衍之，隔着你设的那个局，隔着太多说不清的东西，再给我一点时间。我说，身后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然后我听到他轻轻笑了一声，声音被夜风吹散。好，我等。那天之后，傅云慈变了，他不再用那种充满侵略性的眼神看我，也不再提任何威胁的话，他开始以一种极其笨拙的方式靠近我，给我送养生的汤，说是给合作伙伴的福利，在会议上故意留出我们故事最需要的条款，说是商业谈判的正常让步，甚至学会了在怀安生日的时候匿名寄来一套积木，卡片上只写了平安喜乐4个字。老夫人把这一切看在眼里。有一天，他拉着我的手说，那个傅云慈对我是真心的。我没说话，只是低头沉默。他活了这么大岁数，什么人没见过？云慈那双眼睛，看别人的时候是刀，看我和怀安的时候是水。我知道老夫人说的对，可我还是过不了心里那道坎。他设的那个局，他把我当成棋子，这些事我不能假装没有发生过。但我也知道，如果没有他，崔明远还会继续逍遥法外，顾氏集团早晚会被人吞得骨头都不剩。我们之间到底谁欠谁更多？这笔账大概永远也算不清。怀安3岁生日那天，我破天荒地主动给傅云慈打了个电话，说怀安想拼那个宇宙飞船的积木，我一个人拼不来，问他来不来。电话那头沉默了整整5秒，然后他开口，声音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让我把地址发过去。1小时后，傅云慈出现在云溪公馆门口，手里拎着3大盒积木和一大束白玫瑰。怀安看到他一点也不怕生，扑上去抱住他的腿，亲热地喊着叔叔，说等了他好久了。傅云慈弯腰把怀安抱起来，小家伙搂着他的脖子咯咯笑个不停。我看着这一幕，鼻子忽然有点酸。那天下午，我们3个人趴在地毯上拼积木，怀安负责把零件递给我们，傅云慈负责看图纸，我负责组装。怀安累得睡着之后，傅云慈把他抱到床上盖好被子，我站在门口看着，他动作轻柔的不像话。他转过身和我四目相对，谁都没有说话。他走过来停在我面前，抬手把我鬓角的一缕碎发别到耳后，指尖在我耳廓上停留了一瞬，带着克制。他说他等了我3年。我说我知道。他问还要等多久？我仰头看他，突然笑了。谁说让你等了？他一愣，我踮起脚尖，在他唇上轻轻碰了一下。傅云慈整个人僵住了，然后他猛地把我拉进怀里，抱得很紧，紧到我几乎喘不过气。他把脸埋在我的颈窝里。许薇兰，你知不知道我等这句话等了多久？我闭上眼睛，把脸贴在他的胸口，听着他有力的心跳。那些隔阂，那些账，那些说不清的东西，在这一刻好像都没那么重要了。我们都是带着伤和秘密走过来的人，谁也不算干净，谁也不算无辜，但至少在这一刻，在这个满地都是积木零件的客厅里，我们是真的。怀安5岁那年，我牵着他的手站在傅云慈面前，让怀安叫爸爸。小家伙仰着头看了傅云慈好一会，然后咧开嘴笑了，甜甜的喊了一声爸爸。傅云慈蹲下身把怀安抱起来，眼眶红红的，却硬是没让眼泪掉下来。他看了我一眼，那眼里有太多东西，有感激，有愧疚，有释然，还有一种我从未在他眼里见过的柔软到几乎要溢出来的光。老夫人站在门口看着我们，笑着擦了擦眼角。后来她私下跟我说，衍之要是看到我们现在这样，她也会高兴的。她这辈子最怕的就是他走了之后，所有人都活在他的阴影里。但我活得很好，怀安也活得很好，这就够了。我握着老夫人的手，什么都没说。有些话不用说出来，我们都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平淡的像白开水，却暖得让人舍不得撒手。傅云慈慢慢学会了做饭，虽然味道一般，但怀安每次都说他爸爸做的最好吃。老夫人的身体渐渐好了起来，每天早上在花园里打太极，精神头比我还足。顾氏集团和远州资本成了业内最知名的夫妻档企业。虽然我们谁都没提过结婚的事，但所有人都默认了我们的关系。直到有一天，怀安从幼儿园回来，神秘兮兮地把我拉到一边，说爸爸今天来接他的时候，偷偷往他书包里塞了一张纸条。我打开那张纸条，上面是傅云慈的字迹，一笔一画写得很认真。许薇兰嫁给我，不用急着回答，我可以等，反正已经等了这么久，不差这一时半会儿。我拿着那张纸条站在幼儿园门口，
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怀安仰着头问我怎么哭了，我说妈妈没哭，妈妈高兴。傅云慈求婚的纸条，我一直没有回复，他没有追问，也没有再问我。这个男人最擅长的就是等待，像猎人一样耐心。但我知道那天晚上他开车回公寓的路上，车在音响放着同一首歌循环了10几遍，他自己都没发觉。怀安洗完澡，抱着他的小恐龙玩偶窝在我怀里，奶声奶气地问：妈妈，爸爸什么时候搬来跟我们住呀？小美的爸爸妈妈就是住在一起的。我愣了一下，捏捏他的小鼻子。谁教你说这些的？没有人教。怀安一本正经地摇头。是我自己想的。爸爸每天都要开车回去，好远好远，万一路上碰到大怪兽怎么办？我被他的童言童语逗笑了，心里却泛起一阵酸涩的柔软。3岁的孩子已经懂得心疼人了。傅云慈每次来接他，都会带他去吃冰淇淋，陪他搭积木，送他上幼儿园。怀安对这个突然出现在生命里的爸爸接受的理所当然，仿佛他从来就在那里，只是之前藏起来了而已。妈妈，你喜欢爸爸吗？怀安突然仰起脸，眼睛亮晶晶的。我被他问住了。喜欢吗？这个问题太轻了。我和傅云慈之间不是喜欢不喜欢能概括的，有算计，有利用，有博弈，也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藤蔓一样缠缠绕绕，分不清是谁先缠上谁。快睡吧。我关掉床头灯，在怀安额头上落下一个吻。明天还要去奶奶家呢。怀安嘟囔了一句什么，翻个身，很快就睡着了。我靠在床头，拿起手机，看着傅云慈发来的那条消息，屏幕的光映在脸上，光标一闪一闪的，像在催促。我没有回复，而是打开了相册。相册里有一个加密文件夹，密码是5796那个少女风的坐标。文件夹里只有一张照片，是那天在云溪公馆的地毯上拍的。怀安趴在地毯上睡着了，小手还攥着一块积木。傅云慈跪在一旁，正小心翼翼地把一块毯子盖在怀安身上。他的侧脸被午后的阳光镀上一层暖金色，嘴角噙着一抹很淡的笑，眉眼间全是温柔。那是偷拍的，他大概永远不知道这张照片的存在。第二天是周末，我带着怀安去老夫人那里。自从故事的事物大部分移交给我之后，老夫人的生活节奏慢了下来，每天种种花，练练字，偶尔约几个老姐妹喝茶聊天，日子过得安逸舒坦。我们到的时候，老夫人正在客厅里插花，桌上摆满了各色花材，白玫瑰居多，是她一贯的偏爱。奶奶，怀安像一颗小炮弹一样冲过去，扑进老夫人怀里。老夫人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搂着怀安亲了好几口。哎呦，我的乖孙，想奶奶了没有？想了，每天都想。怀安的小嘴甜得像抹了蜜，搂着老夫人的脖子不撒手。奶奶，我今天可以吃2块蛋糕吗？2块不行。老夫人板起脸，但眼里的笑意出卖了他，最多1块半。怀安掰着手指头算了算，觉得划算，欢天喜地的跑去玩了。我在老夫人对面坐下，帮她整理花材。阳光从落地窗倾泻进来，照在那些白玫瑰上，花瓣上的水珠折射出细碎的光。脸色不太好，昨晚没睡好。老夫人看了我一眼，怀安半夜醒了，哄了半天。老夫人没有戳穿我的谎话，只是低头修剪花枝，剪刀咔嚓咔嚓的声音清脆而有节奏。云慈昨天来了。她忽然问，我心里一紧，但面上不动声色。阿姨怎么知道的？门口的保安跟我说的，说傅先生的车在门口停了半个多小时，后来又走了。老夫人把一支白玫瑰插进花瓶里，调整了一下角度。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什么看不明白？那孩子对你是真心的。阿姨，你别急着否认。老夫人打断我，放下剪刀，看着我的眼睛。微兰，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胭脂走了之后，我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一个人把剩下的日子熬完就算了。是你来了，让我又有了盼头。后来你告诉怀安不是胭脂的孩子，我心里确实难受过一阵子，但那点难受比起你给我的那些温暖根本不算什么。我的眼眶开始泛红。云慈那孩子，我一开始是介意的。老夫人继续说，声音很平静。他毕竟是胭脂同父异母的哥哥，胭脂活着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他们还有联系，但后来我想通了，胭脂要是地下有知，他也会希望你们好好的。那孩子这辈子最怕的就是孤独，他走之前最后想做的事就是找一个喜欢的人安定下来，他没做到的事让云慈替他做到了，有什么不好？眼泪终于没忍住，顺着脸颊滑了下来。老夫人伸手替我擦掉眼泪，动作很轻，像对待自己的女儿。傻孩子，哭什么？我又不是要把你嫁出去，我只是想告诉你，别把自己困在过去出不来，你值得被人好好对待，云慈也值得。至于那些恩恩怨怨的都过去了。我用力点头，喉咙堵得说不出话。对了，老夫人忽然想起什么，从茶几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云慈昨天走的时候留下的，说让我转交给你。我接过信封，手指微微发抖，拆开，里面是一张泛黄的旧照片，就是那天晚上在露台上他给我看过的那张。2个男孩穿着条纹 T 恤，勾肩搭背，
笑得没心没肺。大一点的是傅云慈，小一点的是顾衍之。照片背面写了一行字，是傅云慈的笔记。衍之说：“哥，等我长大了，我把你的名字加回顾家的族谱上。”我的眼泪又一次涌了出来。照片下面还有一张纸，是一份手写的协议，不是商业合同，不是婚前协议，而是一份简简单单的承诺书，只有3行字：我傅云慈愿意用余生守护许蔚蓝和顾怀安，不欺骗，不背叛，不让他流一滴委屈的眼泪。此诺言以衍之的名义起誓。我捧着那张纸，哭得浑身发抖。老夫人轻轻拍了拍我的背，什么都没说。她知道有些眼泪不需要安慰，流出来就好了。从老夫人那里回来后，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对着那张照片和承诺书做了很久。手机震动了无数次，全是傅云慈发来的消息，但我一条都没看。不是不想看，是不敢看。我怕一看就心软，心软就投降，投降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可我又想起老夫人说的话，别把自己困在过去出不去。是啊，困住我的从来不是傅云慈，是我自己，是我放不下那些算计和利用，是我忘不了那个墓园里嚎啕大哭的下午，是我没办法原谅那个为了活下去而不择手段的自己。而傅云慈，他从一开始就看透了我，看透了我的狼狈，我的不堪，我的软弱。他知道我是个骗子，知道我是个冒牌货，知道我的孩子不信顾，可他还是来了，带着他的威胁，他的算计，他的局。后来我才明白，那些威胁和算计是他唯一能靠近我的方式。他不知道怎么温柔，没有人教过他，他只知道用最笨的办法把自己嵌进我的生命里。我拿起手机，又看到了他发来的消息，最后一条是3个小时前发的，只有一句话：许蔚蓝，我不会催你，但我希望你知道，我不是因为怀安才来找你的，就算没有他，我也一样会来找你。从墓园里看到你的第一眼，我就知道这个女人我要定了。我盯着那条消息看了很久，然后拨通了他的电话，只响了一声，他就接了。喂，他的声音有点哑，像是等了很久。傅云慈，我叫他的名字。你说你不会催我。那如果我说，我深吸一口气，心跳快得像擂鼓。我现在就想见你呢。电话那头安静了整整5秒钟，然后我听到他笑了，笑声很低，像风吹过松林。开门。我愣住了。我在楼下。他说，声音里带着一种压抑的颤抖。从昨晚到现在一直在。我几乎是跑着下楼的。推开门的瞬间，我看到傅云慈站在台阶下，穿着昨天那件深灰色的大衣，衣领上沾着夜露，头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他的眼睛下面有淡淡的青色，显然一整夜没睡。但他看着我笑，笑得像个孩子，眉眼弯弯的，全是光。你疯了！我站在台阶上，声音发哽。一晚上不回家，就在这儿待着。你不回我消息，我不敢走。他说，语气平淡的像在陈述一个事实。我怕我一走，你就真的不回来了。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我冲下台阶，一头扎进他怀里，把脸埋在他胸口，哭得像个傻子。他愣了一下，然后紧紧抱住我，一只手抚着我的头发，下巴抵在我的头顶。许蔚蓝，他的声音闷闷的从胸腔里传出来。你吓死我了。你才吓死我了。我哭着说，你没事写什么承诺书？你没事拿衍之的名义起什么事？你是不是觉得我不会哭？傅云慈低头看我，伸手擦掉我脸上的眼泪，动作笨拙又温柔。我就是想让你知道我是认真的。我知道。我吸了吸鼻子，我一直都知道，是我自己过不去那道坎。那现在呢？我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血丝，有疲惫，但更多的是光。那种从很深很深的地方透出来的光，像冰层下的暗流，终于找到了出口。傅云慈，我说，以后不许在楼下等一整夜，会感冒的。他笑了。好。不许拿衍之的名义起誓，他在天上看着呢，多不好意思。好。不许再叫我许蔚蓝。他愣了一下。那叫什么？我踮起脚尖，凑到他耳边，轻声说了2个字。傅云慈整个人僵住了，然后他猛地收紧手臂，把我抱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他把脸埋在我的肩窝里，肩膀微微发抖。那个在商场上翻云覆雨、运筹帷幄的男人，此刻像个小孩子一样，把所有的铠甲都卸了下来，露出里面最柔软的部分。你知不知道？他的声音闷闷的，带着鼻音。我等这3个字等了多久？我拍了拍他的背，像哄怀安一样。好了好了，别哭了，让人看见多丢人。我没哭。他嘴硬。幸你没哭，是风沙迷了眼。我忍着笑。他松开我，眼睛红红的，但嘴角的弧度怎么都压不下去。晨光从东边漫过来，照在他脸上，把他的轮廓镀上一层暖金色的光。回去吧。我说，一夜没睡，赶紧回去补觉。你呢？我回去陪怀安，他醒了找不到我会哭的。傅云慈点点头，转身走了2步，又回过头来。许蔚蓝，你刚才叫我什么？我瞪了他一眼。回去睡觉，别的寸进尺。他笑了，这次是那种从心底溢出来的笑，眼睛里有星星。好，听你的。他走了几步，又回头。傅云慈，我忍不住笑了。你到底走不走？走。他说，脚步却没动。再让我看一会儿。我站在原地，看着晨光里的他，忽然觉得那些年的颠沛流离，那些眼泪和委屈，那些深夜里的辗转反侧，好像都有了归处。不是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但所有的久别重逢都值得等待。2个月后，云溪公馆客厅里挂满了白玫瑰和香槟色的气球。老夫人穿着一件暗红色的旗袍，笑得合不拢嘴。怀安穿着小西装，领口系着蝴蝶结，像个小绅士一样跑来跑去。傅云慈站在客厅中央，西装革履，难得的有些紧张。他的手指不停地摩挲着裤缝，
目光时不时地瞟向楼梯口。爸爸，你紧张吗？淮安跑过来，仰着脸问他。不紧张。傅云慈说，额头却在冒汗。骗人！淮安老成的摇摇头。妈妈说，大人紧张的时候都会说反话。傅云慈被噎了一下，蹲下来捏捏淮安的小脸。那你替爸爸去看看，妈妈准备好了没有？淮安领了任务，噔噔噔跑上楼，不一会儿又噔噔噔跑下来，气喘吁吁地说：“妈妈说她马上下来，让你再等一会儿。”傅云慈深吸一口气，老夫人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说：“我等这一天也等了很久。”傅云慈看着老夫人，眼底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阿姨，我……老夫人故意板起脸，还叫阿姨？傅云慈愣了一下，然后眼眶微微泛红，声音有些发涩。妈。老夫人满意的笑了，眼圈也跟着红了。这才对嘛！胭脂要是看到今天这场景，她肯定比谁都高兴。提到顾胭脂，傅云慈的眼神暗了暗，但很快又亮了起来。她抬头看向楼梯口，呼吸一滞。我站在楼梯顶端，穿着一袭简单的白色长裙，头发松松的挽在脑后，鬓边别着一朵小小的白玫瑰。我没有化很浓的妆，甚至可以说素净的像一朵刚开的栀子花，但我的眼睛很亮，亮得像成了一整条银河。我一步一步走下楼梯，每一步都踩在傅云慈的心尖上。淮安在旁边鼓掌，奶声奶气地说：“妈妈好漂亮。”傅云慈走上前，伸出手，我把手放进他的掌心，他的手指微微收紧，像是握住了全世界最珍贵的东西。你今天……他开口，声音有点哑，很好看，就只是好看。我挑眉，很好看，非常好看，好看的我词穷了。傅云慈老老实实的说，我笑了，眉眼弯弯的，像月牙。我凑近他，压低声音说：“你也很帅，帅得我腿软。”傅云慈耳朵一下子红了。老夫人笑着招呼宾客入座，没有请太多人，只有最亲近的几个朋友和顾家的一些长辈，没有盛大的排场，没有铺张的布置，甚至没有请媒体。老夫人说，这是家宴，不需要给别人看，我们自己开心就好。仪式很简单，没有交换戒指的环节，也没有冗长的誓词。傅云慈只是站在所有人面前，握着我的手，一字一句地说：“许薇兰，从今以后，你的委屈我来扛，你的眼泪我来擦，你的笑我来守护。淮安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妻子，顾家是我的家，你们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人。”我的眼眶红了，但没有哭。我仰起头，看着傅云慈的眼睛，轻声说：“傅云慈，我不需要你替我扛所有的事，我需要的是，不管发生什么，你都站在我身边，就像在董事会上那样，你站出来支持我，不是为了帮我，而是为了跟我一起赢。”傅云慈笑了，低头在我额头上落下一个吻。好，一起赢。淮安在旁边捂着眼睛，但手指缝张得大大的，一边看一边咯咯笑。老夫人坐在最前面，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旁边的老姐妹递过手帕，她擦了擦眼角，笑着说：“高兴，高兴的不行。”仪式结束后，宾客们在花园里用自助餐，淮安被几个阿姨围着逗弄，小脸通红。我端着酒杯站在露台上，看着花园里热闹的景象，忽然觉得这一切像一场梦。3年前，我还是一个走投无路的女人，挺着肚子在墓园里嚎啕大哭。3年后，我站在这里，有家有孩子，有一个愿意等我3年的男人。想什么？傅云慈从身后走过来，把一件披肩搭在我肩上。想以前的事。我靠在栏杆上，觉得不真实。傅云慈站在我身边，侧头看我。哪里不真实？所有的一切。我看着花园里的人群。3年前我还在为下个月的房租发愁，现在我住在这里，穿着定制的裙子，喝着香槟，嫁给了一个很不错的男人。很不错的男人。傅云慈挑眉，就只是很不错的男人。我笑了，伸手捏了捏他的脸。很帅的，很有钱的，很腹黑的，很会算计的，很不要脸的男人。最后2个是多余的，一个都不多余。傅云慈抓住我作乱的手，放在唇边亲了一下。许薇兰以后的日子可能会有很多麻烦，顾氏还在转型期，远州那边也有人盯着。崔明远的案子虽然结了，但他背后还有人没挖干净，这些事我一个人扛就行，你只要……傅云慈，我打断他，认真地看着他的眼睛。我说过了，不需要你一个人扛，我们一起扛。傅云慈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恐惧，没有犹豫，只有一种笃定的光。他忽然想起3年前在墓园里看到我的样子，我跪在胭脂的墓碑前，哭得撕心裂肺，但哭完之后站起来，擦干眼泪，眼神里全是倔强。那一刻他就知道这个女人不一样。我会在泥里打滚，会为了活下去不择手段，但我永远不会认输。好，他说，声音很轻，却比任何誓言都重。一起。夕阳西下，花园里的灯光次第亮起来，暖黄色的光把整个云溪公馆笼罩在一片温柔的氛围里。淮安跑过来，一手拉着傅云慈，一手拉着我，仰着脸笑得像个天使。爸爸妈妈，我们回家吧。我低头看着儿子，又抬头看了看傅云慈，傅云慈也正在看我，目光温柔的像3月的春风。好，我笑着说，回家。从墓园到公馆，从谎言到真相，从棋子到棋手，从一个人到3个人，这条路走了3年，跌跌撞撞，满身泥泞，但好在终点是你。夜风送来白玫瑰的香气，远处的城市华灯初上，星星一颗一颗的亮起来。属于许薇兰和傅云慈的故事才刚刚开始。